醒了，我看你睡得不太安稳。秦墨，金玲最近是不是不太对劲？能有什么不对劲？她不吃东西，快1个月了。你就是想太多，蛇这种东西几个月不吃都正常。可她以前不这样，以前她都盘在床角睡，现在天天贴着我，身子挺得笔直。说明她喜欢你呗。养了5年了，你还不了解她？正因为养了5年，我才觉得不正常。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？那个新系列的设计稿赶完了吗？你别岔开话题，我在说金玲的事儿。好了好了，明天我陪你去趟宠物医院，让陆川给她做个检查，行了吧？快睡吧，都2点多了。苏婉，你朋友圈那张照片，那条蛇是你的，它是不是最近不吃东西了？对，快1个月了。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贴着你睡，身子挺得笔直？你怎么知道？快把它送走，现在，马上！为什么？他不是在跟你撒娇，他是在量你的长度，你的体积，他在判断自己能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。陆川刚才打电话过来，他说金玲在清空肠胃测量猎物，准备。你认真的？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跟金玲的表现对得上。陆川就是个兽医，他见过几条缅甸蟒。金玲在我们家5年了，他什么性子你不知道？秦墨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，你就是最近太累了。今天周末，你好好休息，别胡思乱想。你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他就是喜欢你。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，像在看一块肉。你昨晚肯定没睡好。这样，我今天带金林去陆川那儿做个全面检查，让你放心，行不行？你带他去。不然呢？你不是害怕吗？你先喝粥，我把它装起来。我大概中午回来，粥趁热喝，别浪费。你来了，秦墨呢？他说带金玲去做检查。他没来我这儿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上午我没有接到任何预约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苏婉，你仔细想想，秦墨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他上个月让我签了一份文件，他说是银行的理财产品。什么文件？你看了内容吗？当时在赶稿，没细看。你听我说，金鳞这种缅甸蟒不是天生就会猎物的，这种行为需要人为训练。有人用极其专业的手段重新激发了他的捕食本，并且能办到这件事的人，必须长期接触金鳞，了解他的习性，而且什么？而且必须是他信任的人。他说谎，今天我没见过他。如果金鳞真的被训练过，那训练他的人需要多久？至少3个月，可能更久。3个月？他为什么要撒谎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先回家。不行，你现在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他才会起疑。那至少让我跟你保持联系。蓝牙录音器同步到云端。回来的正好，山药排骨汤再熬10分钟就出锅。金鳞呢？在阳台晒太阳。对了，陆川还说什么了吗？他今天没见过你。你去找他了？你不接电话，我去确认一下金鳞的情况。你到底在怀疑什么？你告诉我在陆川那里做的检查，但陆川说他今天没见过你。好吧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没去陆川那里，我带金鳞去了另一家诊所，城东那家新开的。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因为我怕你更焦虑。金鳞什么事都没有，就是到了季节更替，胃口不好。你非要往最坏的地方想。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，你太累了，但你不能把压力转化成对我的怀疑，这不对。秦墨，上个月你让我签的那份文件。汤好了，先吃饭吧。
苏婉，你在里面吗？苏婉，在这儿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儿干什么？睡不着，想找本书看看。找什么书？百年孤独。早点睡。我看到了一个对话框，黑色头像，只有一个字母 K。驯蛇需要专业知识，秦墨没有这个能力。那个 K 就是你说的专业的人？可能不止，能让秦墨心甘情愿配合的，大概率是出钱的。秦墨月让我签了一份文件，说是理财，我没看内容就签了。什么文件？我不确定，但他书房里有一个上锁的抽屉，那个抽屉里一定有答案。对了，白薇最近找过你吗？白薇有一阵没联系了，怎么？三静对我特别打电话发消息，拐弯抹问我的设计稿进度。你们是合伙人，关系也正常。不一样。你觉得他和这件事有关系？他那天说，苏婉，你要是哪天不在了，这个公司怎么办？不用，我马上出门。去哪儿？去公司。白薇说有事儿找我。顺路，我去那边办点事。走吧。白薇找你什么事儿？说是有个客户想定制一套首饰，让我过去聊聊。到了，你上去吧，我在这附近办点事儿，大概1个小时，办完给你发消息。好。秦墨送你来的？对，我拍了照片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1000万，受益人秦墨。生效日期是金陵开始绝食的第3天。他要冰怪干什么？缅甸蟒吞下大型猎物后，需要阴凉、恒温的环境来消化，他把每一步都算好了。还有那个 K， 你看到对话框的时候，秦墨回了什么？他回快了。那说明他们计划的时限快到了。报警没有直接证据，保险合同是合法的，冰柜它可以解释为囤货。金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你造成任何实际伤害，那就只有一条路了。你想清楚，一旦走上这条路，就没有回头路。陆川，回头路已经被他们堵死了。我去见白薇，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查那个 K。进来，婉婉，你可算来了！想死我了！你气色怎么这么差？又熬夜赶稿了吧？有点累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客户是大单，你坐下，我给你看看要求。微微，你觉得秦墨这个人怎么样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随便问问。老秦挺好的呀，体贴、顾家，会做饭。怎么，你们吵架了？这个胸针什么时候买的？这个啊，上周逛街碰到的，觉得好看就买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挺好看的。走，去楼下喝杯咖啡。那笑容跟秦墨今天车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杯多加了糖，你最近太累了，补点糖分。谢谢。你那个新系列叫什么来着？深海之心。你要是实在赶不完，我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。你之前不是说不喜欢参与设计环节吗？那不是看你太辛苦吗？你要是倒下了，公司怎么办？微微，你认识厉成渊吗？我哪有那个机会？算了，不说这个。你那套深海之心样品什么时候能出来？样品已经差不多了，就差最后一套主件。那太好了，客户下周就想看样，你这2天把主件做出来，咱们就能交差了。微微，你如果发现一个人背叛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会很伤心，但是我会原谅他们。婉婉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记住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。你今晚回去吗？不去的话，在我家住。要回去，秦墨在家等我。怎么了？白薇认识厉成宇。他承认了？没有，他说没有私交，但他的办公桌上有成悦珠宝的文件夹，还有他的胸针。什么胸针？金色蛇形，跟我之前在朋友圈发过的金陵照片风格一致。你记得具体什么款式吗？蛇头朝左，嘴里叼着一颗蓝色宝石。
怎么？你在查什么？之前在兽医论坛上，有人在出售一套定制的蛇形胸针，专门给驯蛇师的标志。一模一样。卖家的 ID 是清道夫，清道夫，圈子里的黑话，专门接脏活的人，利用动物处理目标的专家。苏婉，不能再等。我知道陆川，帮我一个忙，明天开始，金灵在哪儿？我需要随时知道。师哥，是我，帮我查一个人。下午我买了点东西搬进储物间了，你回去的时候别被吓到，是个冰棺。冰棺？家里的冰箱坏了？没坏，我就是想囤点东西，最近肉价便宜，你觉得呢？你之前没跟我说。买个冰柜而已，需要报备吗？对了，冰柜容量挺大的，万一以后有什么大件需要动，也方便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听到储物间有声音，以为金灵跑出来了。金灵在阳台的笼子里锁着呢。锁着？你不是说害怕吗？我给他买了个大笼子，合金的，咬不断。为了你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。走吧，回去睡觉。5年了，我每天给你换水、喂食。你生病的时候，我守了你3个通宵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被人盯上了。停车场，一个黑色卫衣的男人，他一直在等我。苏婉，你听好，青叔父是专业的，你身边可能还有其他人。什么意思？正好，我送你。碰过我的车。那就对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直接来医院，前面路口左转，往城东方向开。你要我引开他？城东有个新开的商场，地下车库有3层，你进去转一圈，从另一个出口出来，然后把手机关机，用车载导航，导航地址我给你发过去。那是我以前做流浪动物救助的仓库，在郊区，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明白。白色面包车后面有枪。师哥，你在外面吗？看到了，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，没有靠近。有几个人？2个，副驾驶那个手里有家伙，驾驶座那个没下车。清道夫派的人至少2个，这里暂时安全。仓库四周是空地，他们靠近不了，但天一亮，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攻进来。攻进来？他们是想要我的命？所以我们要在他们动手之前想好下一步。他放了一条蛇，不是金鳞。清道夫不止训练了1条，金鳞不是他唯一的武器。进来，这个隔间是以前用来关大型动物的，钢板是加固过的，通风口在上面，它爬不进来。青豆腐到底是谁？青豆腐真名不详，东南亚驯蛇师出身，10年前在边境做过黑产。后来专门利用动物解决目标，他训练过的动物会在目标身上留下痕迹，但不会留下任何指向人为操纵的证据。警方只会判定为动物袭击的意外。他背后的人呢？查不到。清道夫是独立接单的，但他只接大客户的单子。我师哥说他的收费标准是1条命500万起，保险赔1000万。秦墨拿500万给清道夫，自己还能剩500万。但他背后还有一个出钱的。清道夫不是秦墨能找到的，一定有人引荐。那条胸针，白薇说是上周买的，秦墨刚好那时候开始频繁出门。清道夫卖是身份的象征，拿到那枚胸针的人就是他的客户。白薇让我今晚去他家住，如果我去他家了，现在我会在哪儿？他会找到这里。他对我不熟悉，所以短时间找不到我。他们是在吓你。对，清道夫就是要让我害怕，让我慌不择路。
到时候真正的杀招才会出现。你比我想象的冷静。不冷静我就死定了。那条蛇是拖住我们的，真正的威胁还在外面。这里有什么可以用的？都是旧的救助用品，绷带、药品、麻醉剂，还有几支肾上腺素，给心脏骤停的动物急救用的。这支肾上腺素能给人用吗？可以，但剂量太大，正常人用了会心动过速，心脏承受不住。陆川，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筹码。苏婉，你听得到吗？你养的那条蛇叫金鳞，对吧？它很听话，我给它喂过3个月的活兔，每周3次，然后我断了它的食物，让它饿了20天。我让它睡在你穿过的衣服上，整整3天。你的气味变成了它的捕食信号。秦墨是一个完美的合伙人，他把你所有的习惯都告诉了我，你的体温、你的体重、你的腰围能不能吞下去，看的就是这些。你很快就会见到我了，不用等太久。陆川，秦墨的定位软件在后台运行，他可以通过这个找到我们。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清道夫只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放出来的那条蛇和金鳞一样，只是工具，不是武器，而我们不是空手。秦墨，你怎么用这个号打给我？是我。苏婉，你说你看了消息记录，那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所以你承认了。苏婉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警察不会相信一条蛇可以训练成杀人工具，你的证据不值一提。那我们就试试。你为什么要打给他？他承认了，通话录音，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这里面。但他说的没错，单凭这个不够。只要他慌了就会犯错，那样清杜夫也会跟着犯错。我们准备迎接客人。他来了。他们不敢直接冲进来，这里有师哥在外面守着。陆川，你觉得秦墨会亲自进来吗？会，他要确认你死了才能拿保险金。苏婉，你朋友在外面，那个躲在面包车里的男人，我给了他2个选择，离开或者死。你猜他选了什么？师哥，师哥，陆川，你师哥让我转告你，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。他说的专业的人是谁？不是青豆腐，青豆腐只是执行者，专业的人。苏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你把我的手机带走了，对吗？你给我发定位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吗？秦墨，那份保险合同你看过几遍？1000万意外死亡，清道夫收你多少钱？500万，你还能净赚500万，这笔账你算得很清楚。你果然都知道了，那就别让我难做，开门，我们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谈你怎么把金鳞训练成杀人工具。金鳞，那是你自己养大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白眉呢？跟他有没有关系？白薇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该说的都说了。他在拖时间。他联系了白薇。白薇是你的问题，仓库里这2个是我的。你得把他活着带出来。雇主的要求是不留活口。我说了算。秦墨，你只是我的客户，而我的客户上面还有客户。那个人要的是苏婉彻底消失，你的意见不重要。什么？师哥的信号，这是我们的暗号，2短，表示危险已解除。他在告诉我们他还活着，而且清朵夫去仓库外墙了，他在检查通风管道。这里有一个。他进不来，但他可以通过管道往里放东西。上次你说麻醉剂，如果我们能先一步。退后！防蛇毒用的，能保持清醒。
想象的安静。他的枪！你比秦墨说的有意思。谁派你来的？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养了7年的缅甸蟒，它晾了我，然后想吃我，所以我把它杀了。然后我开始学习怎么让他们嘎人。那个 K， 他是谁 ？K 不是名字，是个代号，你斗不过他。秦墨、白薇也好，都只是他的棋子。我也是，我们都是。我上衣口袋有一封信，帮我寄到那个地址。死了。他现在不确定青松手是死是活，那就让他继续不确定。你要干什么？跟他谈谈。你在找清莫夫？他在哪儿？他死了。不可能，清莫夫是专业的。我杀了他。你？对，秦墨，你找的帮手也不过如此。秦墨不接我电话，正常，他和清不夫在一起。苏婉拿到了我的录音，他说我知道他拿到了什么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有2个选择，去警察局自首，把你的所作所交代清楚。第二是什么？在他把录音交给警方之前，让他永远闭嘴。你是让我……你变了。我没变，只是不再信你了。1000万的保险追金，白薇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拒绝了。但你1年挣的钱，也不比这个少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做？因为我受够了，5年了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是赚钱的那个，你是被客户追捧的那个，而我只是苏设计师的丈夫。那金玲呢？她陪了我5年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蛇是冷血动物，它没有感情。你喂它5年，它照样想吐。这不能怪我，也不能怪他。你报警了？没有，是师哥，他用清寿府的手机报的警。你不能让他们抓我，你没有证据证明我参与了。这个录音笔从我在你家客厅按下开关的那一刻，我一直开着。苏安，我们夫妻一场。夫妻一场，所以你就让清寿府训练金鳞，用我的命换天价保险。秦墨，你说蛇没有感情是天性，那你呢？清道夫是国际刑警通缉名单上的，没想到在这儿了结了。那条缅甸蟒呢？麻醉了，动物保护组织的人过来收容。对了，苏婉，你家里的金鳞，警方也派人去处理了。苏女士，我们需要你回警局做笔录，关于保险诈骗、雇凶杀人，还有你在案件中的正当防卫过程。我还有一个人要指认，白薇是我的合伙人，也是整件事的主谋之一。城南分局报告，一名女性嫌疑人自行到案，姓名白薇，涉嫌合谋杀人。他自首了。我本来想跑，护照都准备好了。为什么不跑？因为我知道跑不掉的。那个 K， 他不会让我跑，所以你选择自首，为了保命。这是我做过的最聪明的决定吗？是你做过的最正确的。K 不是厉成渊，至少不全是。成渊珠宝只是冰山一环，厉成渊比你想象的更庞大。K 只是他们内部的代号。你说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？录音笔里的内容加上我的口供，最多关我和秦墨，但 K 不会有任何损伤。他从来没有直接联系过我，连电话都是变声的。苏婉，我这辈子欠你的，但我告诉你这件事不是求你原谅，是求你小心。苏婉，这位是苏设计师久仰。我是成渊珠宝的执行副总裁，我姓周。厉总听说您最近的遭遇，非常痛心，他邀请您共进晚餐，就您工作室的未来发展以及深海之心系列的合作聊一聊。什么时间？明晚8点，厉总的私人会所。你要去？去，当然要去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西南。
就是这里。你是青青，我们是谁？进来。我哥是怎么走的？他心脏病发作，很快，没有受太多土。他走之前说了什么？他让我把这封信寄给你，然后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哥哥坏人，被人利用了。我哥会做一天年细成吗？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吗？里面有程主主的账目流水。这是成渊珠宝的海外账户记录，过去5年，他们通过空壳公司向境外转移了超过20亿的资金。只是洗琴？不止，这里还有一份名单，是清渡服过去几年接的所有单子。所有？时间、地点、目标、雇主代号，全部都在。也就是说，这份名单上的雇主代号包含了白薇、秦墨以及 K。这个 K 是坏人吗？比坏人更坏。青青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这些东西需要一个人证。我哥欠别人的，我来还。这份名单是他在给自己留后路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单子都留了底，包括厉承轩的。但这还不够，这些账目虽然能证明成渊珠宝在洗钱，但无法直接证明厉承渊雇凶杀人。那直接证据在哪儿？在这儿，你看。虽然用了加密服务器，但 IP 地址是成渊珠宝总部大楼的独立服务器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能进入成渊珠宝的服务器，就能拿到厉承渊发送这些邮件的原始记录。理论上是的。明天晚上，厉承渊请我吃饭。你要去？去。不仅要去，我还要让他知道，我手里有他要的东西。苏婉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怕了？从金陵躺在笼子里，我跟他说5年了的那一刻。他听不懂。陆川，谢谢你，从头到尾你是唯一相信我的人。我是唯一一个看到那张照片就知道不对劲的人。青少福的遗体已经移交，秦墨的案子下个月开庭。白薇作为污点证人，能减刑。厉承渊那边呢，没什么动静，但有一个新情况，他通过律师向你的工作室发出了收购邀约。收购多少？1个亿。我的命在他眼里值1000万，我的公司值1个亿。你打算怎么回复？不用回复，明天晚上我当面跟他谈。青青，这几天你先跟我住，等事情结束，你想留在城里还是回老家，我都帮你。我想留在我哥想来的地方，他说过很多次，等钱攒够了，就带我来这座城市，给我开一家小店。苏小姐，久仰。你比杂志上的照片更年轻。厉总，您比我想象的客气。客气是应该的，毕竟你刚从鬼门关走了一圈。厉总对我的遭遇很了解。传出和金耀进院里，你的丈夫说人。厉总觉得离谱吗？我倒是觉得很正常。苏小姐说话很有意思。那我们就直说吧，我想收购你的工作室。成渊珠宝是大企业，为什么要收购以我这种刚出世的个人工作室？我看中的申之心那个系列，承载了你的痛苦，对吗？厉总很会看人。我的设计师告诉我，这个设计隐喻的是深海中的漩涡。厉总的设计师很专业。什么事？你的丈夫秦墨，他能证理说你在商业经营中存在税务问题，调去支付他500万的信息费。然后呢？我把那封信交给了警方。秦墨大概不知道，他这种行为会让他的刑期再加3年。厉总想让我感谢你。不用感谢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这个人对合作伙伴很好，对敌人更好。我们还没有成为合作伙伴。那你想成为什么？我今天带了这个，不是作为合作，是作为挑战。挑战？但过去10年，你们的代表作越来越少。今年你们推出的高端系列，我看过。你想收购无可工作，是因为你知道
你买不到的设计才是最值钱的。你知道吗？这3年我一直在观察你。我知道，从设计师大赛开始，你当时是评委之一，给我打了最高分。你记得？我记得每一个给我打过分的人，您、周副总，还有3位外国评委。那场比赛之后，成源珠宝就通过猎头接触过我。你拒绝了3次，最后一次我让白薇去挖你，所以你就让白薇和秦墨联手用了另一条路。苏小姐，你要对你说的每一个字负责。我说的是事实。白薇和秦墨设计了，青叔父执行，而青叔父临死前告诉我，他的客户上面还有一个客户。厉总，你今晚请我来是想收购我的工作室，我也想收购你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成蝶珠宝的独立服务器，我要进去看一眼。你要看什么？看你们5年前发过的一封邮件，加密的，收件人是一个叫清道夫的人。这就不是你教你的。对，明天有一早，记录了厉总5年前的一笔交易。你不用现在回答我，明早10点之前给我看分。感谢厉总的晚餐，红酒很好。你觉得他会答应吗？他不是在考虑答不答应，他是在考虑要不要动我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工作室，我需要拿几样东西。这张草图是我养精灵第1年画的，那时候我觉得它是我见过最美的生物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它的美丽和危险是同一件事。这条项链我本来打算送给自己，但现在它有更合适的主人。谁？厉成轰。这条蛇送过来的时候状态很差，胃里有大量胃物、恒温垫的碎片、小石子，它在笼子里撞过，头部有擦伤。是应激反应，它的大脑一直处于捕食信号激活状态，这种状态没有肾出口就会攻击自己。它还会好起来吗？身体上的伤可以恢复，但被训练过的动物很难完全恢复原来的习性。你想把它带回去吗？它需要被送到保护区，找一个专门收容缅甸蟒的地方，有专业人士照顾。这个我们可以安排。西南那边有一个专门的蟒类救助基地，这是给金灵的，每个月1000块伙食费，一直到它自然死亡。婉姐，这个 U 盘里还有别的文件，是加密的，我哥以前教过我怎么解，你能解开？可以试试。我哥用的加密方式是他自己设计的。青青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。这段视频是我留给你，也是留给苏婉的。5年前，厉成军找到我，他要我解决一个人，他的竞争对手，一个姓顾的庄宝。那之后，他又让我做了很多事，每一次他都用同一个代号，这个代号不是他一个人的。成军内部有一个委员会，厉成军是其中之一，负责管理日常事务。顾氏珠宝，5年前，创始人意外死于家中，法医鉴定是突发心脏病。现在知道不是意外了。清道夫的视频可以作为证据，但光有视频不够，那就需要厉成军亲口承认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成源珠宝总部，我带你进服务器机房。条件是什么？深海之心，我要它的全部版权，不是合作，是买断。那价格呢？1个亿，算上你工作室的收购费，一共2个亿。成交。你要怎么对付他？我不需要对付他，我只需要让他像金灵一样，把吞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。苏小姐很准时，厉总也是。服务器机房在地下，一共3层，独立供电、独立网络，进出需要3重验证，很安全。成源珠宝的核心数据都在这里。这台终端连接的是独立服务器，你想查什么，现在可以查。需要账号和密码。周副总，给他。苏小姐，你要的都在这里。什么情况？
例行供电切换，机房有自己的备用电源，不用担心。厉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拷贝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，而你现在也出不去了。厉成渊，苏小姐天真了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拿着证据走出去？内部打爆不开，12个小时后我会让人来收尸。你是珠宝设计师，高压工作，心脏病猝发，很合理。周副总刷卡切机上显示了6个数字，前3位是731，后3位是259，这是系统管理员的临时密码。厉总，他手里那个 U 盘也没有用，他在机房拷贝的一切数据都会在断电时被系统自动擦除。那个 U 盘呢？他手里还有备份。刚才拷贝的时候，我已经远程植入了擦除程序，现在那个 U 盘是空的。12个小时后你去收尾，记住，不要有任何外伤。法医鉴定必须是自然死亡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青寿夫的妹妹，查她在哪儿，带过来。厉总觉得他会坏事，斩草除根。删除时间：今天上午10点03分。执行指令的权限来自周明远。周副总。苏婉，在机房被锁了，厉成浩数据在备份。苏婉，屏蔽了，但定位还在，它的最后位置在成浩珠宝大厦地下3层。地下3层是他们的服务器机房，独立安保，外人进不去，进不去也得进。等等，我哥的 U 盘里有一个成吨珠宝的内部物理网络图。什么意思？我不需要进那个 WiFi 就可以远程登录。婉姐现在需要的是有人帮她把数据传出来。成源珠宝对面有一家咖啡厅，靠窗的位置能搜到他们大楼内部信号。我开车送你们。找到了。能破解吗？我哥教过我，他的加密方法能解开大部分商用路由器。进去了，我现在能看到他们的设备列表。婉姐的手机信号强度12%，婉姐听得到吗？婉姐，给我30秒，我帮你把限制解除。好了，婉姐，你现在能收到多少？还在增加。青青，别停。我们再找一个小姑娘，跟你们没关系，让开。传输完成。师哥，走吧。婉姐的数据全部在云端了，但她还在机房里。你去报警，我去找她。是我。厉总，有人碰了防火墙。20分钟前 ，IP 通过咖啡厅的公共 WiFi 侵入了内部管理网络。谁？清道夫之前的加密服务器。苏婉拿到了数据，外面有人在接应。我现在派人去机房。不用了，机房门禁不到12小时打不开，但外面的接应。老三，该你出手了。城东宠物医院有一个叫陆川的兽医，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。我要用它换那个 U 盘。你怎么进来的？通风管道，这栋楼的地下通风系统是共用的，我从停车场的通风口钻进来的。青青已经拿到了所有数据，但厉成渊还在楼上，他困住我是为了拖时间。他拖不住的，警方已经到楼下了。问题是，他们进不来。苏小姐，我改主意了。改什么？打开机舱，让你们安全离开，条件是你手里的 U 盘交给我。厉总，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是不是晚了？陆川那个师哥10分钟前被人从车库带走了 ，U 盘还是人命。苏婉，你只有1分钟时间考虑。你抓了师哥？不是我抓的，
是 K 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罗冠明，你大概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4个人里的行动派，当年青木夫就是他找来的。你说4个人，除了你周副总罗冠云还有谁？第4个人你很快就会见到，但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，换还是不换？换，但你先把机房门打开，我要看到师哥安全。苏婉，放了他。U 盘，很好。现在是第2个条件，叫你外面的小姑娘把云端的数据删掉。青青不会听我的。那你就想办法让她听，告诉她，如果不删，你们3个都走不出这栋楼。合作愉快。他确认了，4个人：厉成渊、周明远、罗冠明，还有一个没说出名字。好的，婉姐，需要我把完整视频发给警方吗？发，同步发到媒体。你让青青删了什么？他删的是我之前发给他的一些设计稿草稿，我给他 U 盘里装的是金玲的照片。厉总，我们5年前的邮件记录，你刚才在走廊里的录音，还有清道府的视频。那辆车在楼下停了20分钟。罗冠明的人，他是青豆夫的引荐人，青豆夫怎么做事，他就认识什么样的人。青豆夫死了，但他那条线上的人还在。银环蛇，走廊里有一条。他知道这里是宠物医院，他放蛇是在嘲讽你。不止嘲讽，这条银环蛇是成年体，毒性发作15分钟致命。他熟悉蛇，他身边有懂行的人。清道府有6个同门，用的都是同一套驯蛇方法，其中一个人叫牙蛇，专驯毒蛇。5年前清道回国后，他去了北缅。罗冠明把他找来了。景道死了，需要一个新客户，罗冠明需要一个新清道府。别上来！明晚8点，你一个人来，城东苗圃，换青青的命。你不能一个人去，这个牙蛇比清道夫更危险。清道夫驯的是蟒蛇，他驯的是毒蛇。他要的是 U 盘。你去了，还能活着回来？我不去，他会一直放蛇。今天是银环蛇，明天是眼镜蛇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危险。苏小姐很准时。把青青带出来 ，U 盘我给。U 盘。好，放人。什么东西？你驯蛇用气味，那气味就能覆盖。上车！那个喷雾，你哥记录了他所有驯蛇的触发气味的对冲配方，牙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。醋和大蒜，紧急情况用这个。但只能管几分钟。几分钟够了。下一次你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他在宣战。苏婉，你来看。嘘。昨晚的银环蛇不是试探，是引我们注意大的，漏掉小的。他什么时候放进来的？可能趁我们去原浦时。青青，
你别动，别低头。师哥，神经毒素，15到30分钟不处理会呼吸衰竭，但发现的早，血清应该能压住。婉姐，我好了，没事了。顾云兰，我是苏婉。我已经听说了，罗冠明找的人我知道是谁。你能做什么？牙蛇在北冕被通缉，他3年前在那边用蛇杀了2个人，我有他的通缉令原件。给我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清道夫，他留了那么多后手，他甚至把牙蛇的通缉令存在自己的档案中，他早就知道有一天他的同门会来找他，所以他把这些都留给了你。不是给我，是给青青，他用最后这些东西保护他。青青没事。但下一次不一定，牙蛇还会来，下次他会换一种方式。牙蛇的通缉令我已经发给那边能处理的人了，但他们回函需要时间，最快也要48小时。我们没有48小时。他说6个小时一条蛇。他这次会用多少？青豆夫的笔记里写过牙蛇，他最擅长蛇海战术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这里没有10几条蛇，他需要从外面带。那条幼蛇是从空调外机管道进来的，管道口太窄，成年蛇进不来。所以他的蛇巢不在这里，在外面苗圃。你要去苗圃？不是去，是引他出来。要放蛇，就必须有人就近指挥。他会找一个离我们最近的据点。青豆夫写过，牙蛇控制蛇距离极限是200米，他要同时控住条蛇，距离会更短，最多100米。对面便利店，直线距离不到80米，2楼是仓库，有窗户正对我们这边。 10分钟后放蛇，这次不留活口。通缉令呢？顾云兰手里的原件已经销毁了，北冕那边的副本，我的人在处理。牙蛇，这套配方是活的，你的声音会变，但你的蛇的神经节点不会变。你什么时候找到这个的？你哥在 U 盘里藏了3层，第3层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倒序，我昨晚试出来的。蛇群都瘫了。清道夫说这叫死频率，他只做过1次实验，对一条缅甸蟒用过，那条蟒蛇后来再也没有攻击过活物。那条蟒蛇叫什么？清道夫没有写名字，只写了编号 J 金。蛇都瘫了，牙蛇废了。清道夫的配方你全拿到了？不全，他只给了我终止信号。那你来见我干什么？来告诉你一件事，顾云兰已经自首。他是第4个人，他自己也有份儿。对，所以他自首。但他的口供里有一个细节跟你有关。5年前顾氏珠宝那一单，你不只收了那个人的钱，你还收了另一笔，谁给的？顾云兰说，当年有人用海外匿名账户打了500万进你公司，那个人知道你会动手，他提前买通了消息，卖消息的人是你。你查到了多少？开户人是顾云兰的父亲，他死之前给你打过一笔钱，他知道自己会被杀，他付钱买谁的命？他自己的，他想用那笔钱让我拒绝立成销，我收了，但我还是接了单。我告诉他钱退不了，他死那天把我骂了1个小时。牙蛇有一条蛇没被你的音频影响到，一条小蛇，他一直贴身藏着，直到今天早上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没了。罗冠鹏说牙蛇死了，被自己的蛇咬死的。我猜他的蛇只认气味，不认声音，频率一断，气味混淆，蛇失控了，咬了自己的主人。清道夫也说过，他养的蛇最后晾了他。苏婉，都结束了。罗冠平、牙蛇、厉成渊都被抓了，顾云兰自首 ，K 委员会4个人一个都没跑掉。还有一条蛇，金陵，他在西南，我要去看他。现在？明天。金陵，他还记得你？不重要，我记得他就行了。厉成渊、罗冠明、顾云兰的账户都冻结了，但有一个账户在案发当晚转走了8000万，开户人是周明远。他跑了，转账 IP 在机场，他坐最后一班国际航班走的，目的地是加国。他以为跑到加国就安全了。加国和这边没有引渡条例，他在那边可以远程销毁所有云端数据，我们拿他没办法。有办法，
我哥的 U 盘第3层里是周明远的私人账户，6个亿。明远在家国有个小三，他给他在乌建路买了套公寓，用的是成渊珠宝的离岸子公司名义。他在那边藏了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但他在跑路之前先转公室拿了些个保险柜里的文件夹。那个文件夹里是什么？新宅的档案里有一条备注：周明远不是只做珠宝，他管的是资金净化，客户全在那个黑色文件夹里。有了他，不仅能定周明远的罪，还能把他背后的整个洗钱网络连根拔掉。我可以用周明远的旧邮箱给物业发一封件，以他的名义通知物业说保险柜丢了，申请换锁。他一回去就会暴露位置，不用暴露位置，让他看到另一条消息。他说家国没有引渡条例，那他怕什么？怕他藏在保险柜里的东西被别人拿走。给他发匿名邮件。家国有资金净化调查处，那份名单值你的命。把东西从保险柜里拿出来。今晚，周总，换锁公司说需要您本人在场。那就等我回去。您要回来？不回来，那份名单上的人比我更怕。周明远的信用卡刚在机场刷了一笔，他要去印国。他在家国不安全了，想从印国中转。不是中转，他在印国还有钱，程渊珠在那儿有一家合资公司，周明远是法人，他要去把印国的资产变现，不能让他落地。我能黑进航空公司的值机系统，取消他的值机，不取消，改签，改成回国的航班。改了之后呢，让金身的人在登机口等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不敢在家国待下去，因为那份邮件吓到了你。你怕的是你文件夹里的那些人。他们知道你被抓了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所以你就让我自己买机票飞回来。你没买，是我帮你买。六节剑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周明远管了10年的资金，名单上的人白到黑都有，他知道太多。他这辈子最怕的是被那些人扯。你拿了我的保险柜？没有。那份名单？名单在我手里，轻轻破解了你保险柜的密码。6个数字，你在家国那位的生日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知道 K 委员会上面还有没有人。没有了，4个人，你抓了3个，再加我1个，全了。你撒谎。青青在名单里找到了一个代号 ，S 是谁 ？S 不是人，是系统，成渊珠宝的金融系统，立成渊搭的框架，我写的代码。这系统不只服务成渊珠宝，他租给了3家境外机构。每年租金1个亿，所以你在家国留的不是名单，是系统的核心代码。S 对，厉成渊宁愿坐牢，也不肯交代系统的事，因为系统一关，他背后所有的人都得浮出来。周明远交代了核心代码的位置，家国保险柜里的是备份，主服务器在英国合资公司的地下机房。代码拿到了，能关掉系统吗？能，所有使用这个系统进行净化的账户都会这作动倾城情绪，那些账户的主人会第一时间知道，他们不会坐等被清算，他们会找我。婉姐，要不关了之后，你哥留下的所有证据才能完整。青青和师哥已经转移了，工作室楼下有2个人，在车里坐了40分钟。清算程序启动了多久？6个小时。那3个人应该已经收到了。这扇门的钥匙只有2个人有，我和白薇。白薇把钥匙给了成娟珠宝的物业部，这是物业部归我管。你是谁？你把系统第一个关了，我的基金3天内会被冻结30亿，这钱有投资人的，有股东的，有几十万人拿不到钱。你把这个系统当成养老金系统？这是一个正经的系统。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去找金针说清楚。现在负责面代码。你可以彻底关下另外2家租户的系统，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心机构。条件？给我48小时，我把资金转出来。全程录下来了。他知道你在，他没戳破，他故意把话说得很有条理，他在给自己的炙手铺路。你信他？不信，但他的 U 盘是真的。青青刚才远程读取了另外2家租户的信息，全部在里面，在晋中一间内有据点。你要直接去查？不查，交给警方。孙鹤年说对了一句话，有些事不是一个人能扛的。清道夫的 U 盘，周明远的核心代码，孙鹤年的 S 系统源码，全在这里了。全在。孙鹤年昨晚来自首了，他说是你劝他来的。不是我劝的，是他知道跑不掉了。
另外2家租户昨晚同时被端了，你提供的地址一个不差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，但你要小心，那个系统关了，钱没了，有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金鳞现在的进食频率恢复到2周1次了，它的攻击性指标降到了安全线以下。它还会亮人吗？不亮了，它现在对人类的反应是躲开。正常的野生缅甸蟒看到人都是躲开的。它不记得我了。不是不记得，是它的大脑不再把你和食物关联了。婉姐，东西都装好了。好，去哪儿？先回工作室，然后把深海之心的版权转让协议签了。给谁？不是给谁，是捐给动物保护基金会，所有收益定向用于被训练动物的救助和康复。婉姐，你说金鳞以后会怎么样？他会在这里过完他的一辈子，晒太阳，吃白薯，不攻击人。他会忘掉所有被训练的指令。我本来想把它送给厉成渊，但现在不用了。留着。留着，不是为了记住他们，是为了记住我自己。黑曜石，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，很硬，滑不滑？你在哪儿找到的？你上次去苗圃的时候，地上捡的。那个苗圃以前是火山岩地质，大小刚好。我量过。婉姐，你真的不做了？不是不做，是换一种方式做。动物保护基金会昨天回了函，他们用深海之心的版权费建了一个专项基金，专门救助被训练过的野生动物。金鳞是第一个受益者，是前2个是你哥放出来的那条缅甸蟒和牙蛇在苗圃留下的那些毒蛇，他们都被送到不同的救助站了。师哥刚才打电话来，孙鹤年的案子开始走程序了，他主动交代的另外2家租户跑了一个人。谁？新蒲地的实际控制人，姓翟，去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。翟某，63岁，新蒲当的幕后老板。孙鹤年的口供里说，这个人在境内有4处房产，2个仓库，警方搜了其中3处，没人。第4处呢？在一个商业广场的地下停车场，300个储物柜，正在逐一排查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他为什么没跑。他知道自己被通缉，但他不走，要么是走不了，要么是不想走。不想走。他在这里还有事没做完。你关了系统，断了我的命脉，那就用你的命来填。他在引你去。我去。苏婉，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离金鳞不到20米。他动了我的蛇，这件事没有商量。青青，帮我查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的结冻图，300个储物柜，我要知道哪一个是他放东西的地方。青青查到他在广场物业有一个长期租约，号码是2147。他纸条上写了3天后，今天是第3天。他把东西放在这里。今晚8点，广场顶楼天台，你来，我把我知道的关于 K 委员会的其他人都告诉你。另外还有一个人是你们没找到的。他说还有一个没被找到的人。K 委员会4个人都落网了，孙鹤年的3家租户也抓了，还有谁？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去。姓翟的赌场流水10年间转移了超过40，涉及7个地区的中间人。但他说还有一个没被找到的人，U 盘里有一个加密文件，文取名是 S0。S 是系统 ，S 个0是什么？孙鹤年是 S，新葡萄精是 S，是 S0在租户之前是系统的第一个用户。是开发系统的人。厉成律不是厉成林，创建人是周明远，但使用记录显示 S0从系统建立的第1天就在运行，他在自动转账，每个月转走固定金额，持续了6年。转到哪？一个海外账户，账户持有人5年前就死了。谁？顾云兰的父亲。这说明他没有死，或者有人用他的身份在收钱。顾云兰知道这件事。他没有提到他父亲可能还活着，要么他不知道，要么他没有说。时间到了，我去看姐。我和你一起。他在信里说要我一个人去，20分钟后我没下来，你就报警。戒指别摘，你按2下界面，我这边就能收到你的位置。翟老板，
你比照片上瘦。照片是你拍的？在西南，我蹲了3天，拍到一张你摸那条蛇的照片，那条蛇差点吞了你，你倒去看它。他没想吞我，是你们这类人让他想吞我。U盘拿到了？拿到了，钥匙也拿到了。信上你说的还有一个人是谁？我要先听一个答案。你关系统那天，知不知道系统的自动转账功能是谁设的？周明远。不对 ，S0每个月从成员珠宝的对公账户自动划走一笔钱，进一个海外账户。这笔钱厉承烟不知道，罗冠明不知道，连周明远都以为那只是系统测试。但账户是分姓顾的。厉承烟确认顾老头死了，但账户还在收钱，收了5年。所以你觉得顾云兰的父亲没死？不是觉得？青树福做了一个现场，厉承烟越以为他死了，青树福把他藏起来了。青树福为什么会留活口？他知道有一天这些人会翻脸，所以他把顾老头藏起来作为最后的筹码，但他还没来得及用，他就死了。死在我面前。对，所以这个筹码落到了你手里，只有你。这个 U 盘里除了你的流水，还有清道夫的全部档案。如果顾老头还活着，他会藏在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西南。在哪儿？你叫我来，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，你是想从我嘴里问出顾老头的下落，因为你怕他活着出来。有人想跟你说话。苏小姐，我是顾云兰的父亲。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，先把 S 系统的所有备份彻底删除。3天后我会联系你。顾云兰的父亲顾鸿生，5年前法医鉴定是心脏病猝发，尸体火化，骨灰被顾云兰领走，葬在城郊公墓。火化大烈是谁的尸体？写的就是如何用药物诱导心脏骤停。他可以用同一种药让另一个人死，然后把尸体换成顾鸿。谁会代替顾鸿星？清道夫在档案里写过，他在边境有一个材料库，都是无家可归的人，没有身份的人，永远不会被报案失踪的人。我查了 S0账户的收款记录，每笔转账都附带一个4位数字的密码，这些密码拼起来是一个坐标。那个地方没有路，最近的村子在30公里外。青诺夫当年在那片雨林里有一个训练基地，牙蛇也是在那边学的训士。你不打算去开那个柜子？他说是留给自己的退路，他把退路交给我是想让我相信他的诚意，但他骗我顾鸿星还活着这件事，他不是发现了，他参与了。参与什么？清道夫把顾人帮他维持那个账户，翟某帮清道夫管了5年的账户，每个月给顾鸿生转生活费。他是怕我顾父出落着系统，被警方发现那个账户的原本。所以你打算怎么做？顾鸿生要我在3天内删除 S 系统所有备份。你删不？青青能做一个系统假删除的界面，让远程登录的人看到系统正在被逐行抹除，但数据一个字节都不会少。这需要时间，3天后，不管顾鸿忠联系我与否，他那个坐标我要去。他没有死，他在用新的身份。这是哪里的钥匙？清道夫在边境基地的保险柜，他把顾鸿星的身份文件存在这里。一旦有人需要找到顾鸿星，必须先来这里拿钥匙。根据坐标，应该是这片区域。如果他把顾鸿峰藏在这里，那顾鸿峰这5年就是一个人过的。一个人在这片雨林里活了5年。苏小姐，你来了。我等了5年，等一个能帮我走出去的人。清杜夫说，那个人会拿到他的 U 盘，会找到我的账户，会破解那个坐标。清杜夫是死在仓库里的，遗体即交国际刑警了。这个土堆是顾鸿生给他立的。5年前，清都夫没有杀他，把他藏在这里，但清都夫自己死在千里之外的仓库里，是顾鸿生没办法去送他。最后这一篇是1个月前写的。清都夫死了3个月了，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厉成约被抓的消息，新闻里提到了一个名字苏婉。我先不走了，等苏婉来找我，他一定会来。他在这里等了5年，清杜夫给了他5年的时间思考。现在呢？他会联系顾云兰，他女儿以为他死了，他会给他一个解释。我们先回去。顾云兰在监狱里，这条短信是谁帮他发的？他的律师。他能发这条短信，说明顾鸿生已经主动联系了警方。婉姐，经侦大队发来传真，最后一个跑路的在边境口岸被截住了。我知道，他让我转交给你一封信。我爸什么时候能来看我？他在做笔录，做完就来。
周明远、翟某、孙鹤年的案卷全部移交检察院了。顾鸿生做完了全部笔录，他的身份恢复了。恢复了。他申请了一个新的身份证，名字没变，住址改了，写了城郊公墓边上的一栋老房子。他可以去看顾云兰了吗？可以，今天下午。你头发短了，爸，我欠你5年还不清。你不进去？这是他们的事。我哥留下的视频里有一段话，之前被我跳过了。他说我死后骨灰不用送回老家，找一片有蛇的林子撒了就行，我的钱都留给青青。他的账户里有多少？300万，在境外一个定期账户里，密码是我的生日。是他刚入行的时候在边境给动物保护组织做向导攒的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他寄回来的钱，我交了学费买了这栋房子，剩下的我没动。他用10用攒了300万，然后用10年赚了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黑钱。他把黑钱全存进 U 盘当证据。我在城东找了一个店面，以前是做奶茶的，设备都还在。我打算盘下来开一家小店。什么店？不是奶茶店，是电脑维修加打印加快递代收。你会修电脑？我哥教我的加密方法，我能解。修电脑比那个简单多了。名字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叫青青有姐。婉姐，租金先欠着，等你的店赚了钱，请我喝奶茶。那不是奶茶店，那就咖啡。放哪儿？柜台下面。你昨天接了几个单？3个，一个重装系统的，一个打印机卡本的，一个来取快递的。这是动物保护基金会寄来的专项基金的第一笔拨款，定向给你，用于救助和安置牙蛇遗留的毒蛇。那些蛇不是都送到救助站了吗？救助站接收了，但后续的饲养和康复需要钱。基金会用你哥的数据建了一个档案，每条蛇一个编号。第一笔拨款是给 J00号到 J0生15条蛇。金灵，对，这一哥给金灵做的神经节点记录，成了所有训练员的康复方案的蓝本。陆哥，我哥留的那些信，我其实不敢全看完，我怕看到最后发现他一直在骗我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，他说干完这一单就不干了，回来帮我开店。你婉姐活下来了，你活下来了，他还留了那么多证据，把所有人扳倒了。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？工作室没了，设计稿全捐了。你总不能天天在我这儿整理药瓶子。我在想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清道夫给金灵做的神经节点记录，能让被训练的蛇恢复。他留下的那些驯蛇档案，能不能反过来用来帮助动物忘掉被训练的东西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在宠物医院的基础上加一个动物行为矫正中心，你和师哥管医疗，我管设计和筹款，青青管数据。救助站的蛇、被训过的动物都可以送来。名字叫什么？就叫金灵。清道夫剩下的驯蛇笔记一共12本，我整理了3遍，确认没有攻击性内容。这些是给行为调整中心做参考的。不止，他笔记里有几种声音频率，能让蛇从捕食状态切换到休息状态。这些东西如果早10年被人看到，他可能不会走上那条路。他写这些的时候应该是真心想做点事儿，但他发现自己可以把这个技能卖钱以后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他老了。缅甸蟒寿命一般20到25年。换算一下，算是中年，他还能活很多年。当年我把它捡回来的时候，它只有筷子那么粗，现在它比我的腿还粗。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朋友圈那张照片的时候，除了蛇在量人之外，还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你养蛇的时候，给它铺的是自己睡的床单。你在害怕之前，先爱了它5年。字太密了，一般人看不懂。看懂了还叫招牌吗？
第一批要接的动物是苗圃里牙蛇留下的蛇群，第二批是西南基地那边青诺夫早期训练的动物，需要远程行为指导的。远程那批我负责，我在雨林里待了5年，最熟的就是远程。第3批是你的事儿，给金灵和灵儿。什么事？他们2条缅甸蟒在基被安置在相邻笼舍，饲养员说他们隔着铁丝网互相蹭过3次，说明他们看对眼了，说明铁丝网的电断了。他上次换皮是4年前，那次他换完皮，第2天开始不吃东西。这次呢？今天早上饲养员喂了1只白鼠，他吃了。人换皮会怎么样？人不能换皮。可以，只是不是皮，是别的东西。你把这个戒指给我的时候，说黑曜石是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。对，很硬，滑不滑？你量过我的手指？你睡着的时候，我用一根手术线绕了一圈。这枚戒指应该换个手指戴。今天下午接到电话，顾云兰的减刑申请批了，她明年能出来。他出来后打算做什么？她说想做珠宝设计，但我建议她先来我这里帮一段忙。你那边忙什么？雨林里的训练基地已经彻底废弃了，我想把它改成一个野外观察站，观察金陵中心提供数据。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等他出来，让他来帮我。你们一家都跟蛇杠上了。他们不需要铁丝网了。对，行为评估通过了，金灵的捕食信号消退到了安全院值以下，J02也是，他们现在可以共处一室。他在保护他，也许他只是在陪他。婉姐，最后2碗，早餐店老板说了，以后每天晚上10点前剩下的馄饨都给金陵中心送。他为什么？他说他女儿小时候养过一条菜花蛇，后来是有毒被邻居打死了，他女儿哭了3天。17个，缅甸蟒一窝一般是20到40个，这窝偏少，但卵的发育状态都正常。什么时候产的？应该是昨晚。金灵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恒温石上盘着不动，我以为是他换皮之后的静养期，实际上是在产卵。他在护卵。野生缅甸蟒产卵后会盘在卵上，用身体的肌肉颤动产生热量，维持孵化温度。他会一直这样？大概2个月。这2个月他不怎么吃东西，也不会离开卵，直到幼蛇破壳。他这样不累吗？野生缅甸蟒在孵化期会消耗大量体能，孵化结束后，它的体重会下降1/3，这是正常的。2个月后，这些卵能全部孵出来吗？不一定，人工环境下缅甸蟒卵的孵化率大概是70%到80%，这17个卵能出12到4条幼蟒。金灵的编号是从近开始，这批幼蛇叫什么？不编号，每一条单独起名字。第1条叫金灵之子，第2条你定。缅甸蟒的孵化温度在28到32度之间。雌雄比例取决于温度，高温多雄，低温多雌。金鳞选择的恒温石位置是30.5度，这个温度下孵出来的幼蛇，公母各一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清道夫当年在雨林基地养过一对野生缅甸蟒，那对蟒蛇产过2窝卵，后来他把那对蟒蛇放归了，然后再没回来过。但金鳞回来了。我女儿在金鳞中心做志愿者。他说：“你们这里能帮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出来？我拍了很多流浪猫的照片，存不下了。”可以，不收钱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拍的流浪猫里如果有被遗弃的宠物猫，把照片标出来。金鳞中心最近在做一个流浪动物行为评估的项目，需要数据。没问题，我拍了3年，700多张，每张都记得在哪儿拍的。房顶修好了，太阳能板下周到。到明年顾云兰出来之前，这里能住人。他出来后会直接过来。他说想先在观察站工作一段时间，不做珠宝设计了。为什么？他说珠宝设计是他的手艺，但是跟成渊珠宝沾了边，他暂时不想碰。动物保护基金会的第2笔拨款，定向给野外观察站，第1年20万，用于基础建设和设备采购。清道夫欠的再还了。他出来了，别吱声，让他自己爬。第1条，公的，
他在休息。他在恢复体能，接下来1周他会大量进食，然后换一次皮。他的孵化任务完成了。那些幼蛇呢？独立生活。缅甸蟒没有母蛇带幼蛇的行为。幼蛇破壳后，在洞中自己拼的研究。全世界只有3例被训练的缅甸蟒成功繁记录，金鳞是第4例。发。它的捕食方式和野生缅甸蟒完全一致，从跟踪到缠绕到吞咽，每一个步骤都是对的。13条幼蛇的行为评估全部通过，捕食方式正常，对人类无攻击性，对陌生气味的反应是回避，符合放归野生环境的全部条件。放归地点？西南那边有混救助基地的自然蟒种取时候。什么时候？下周。全放。留2条，金鳞之子留下，另1条让金鳞中心做终身观察。他知道那些是他的蛇吗？不知道，缅甸蟒没有亲带识别能力，他对幼蛇的反应是孵化期结束后就终止的。现在那些幼蛇在他眼里就是普通的同类。他在看我。他在认你，是因为他在这5年里有足够的时间学会，你不喂他的时候，他也不会饿着。金鳞，你的孩子要走了。他刚刚在看婉姐。2种可能，要么他把苏婉识别为同类，要么识别为环境的一部分。哪一种更好？环境。成为他的环境，比成为他的主人更长久。你还记得你第1次看到我的朋友圈时，打电话跟我说了什么？我说快把他送走，现在马上。你声音在发抖。那条蛇不是盘在床角，那是躺在你是缅甸蟒野外测量大型猎物的标准姿势。我在学校里学过，但从来没有宠物主人发的朋友圈里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发条朋友圈，你睡在金鳞旁边，其为之道，变成训练好的放野动手。但他没有来得及。你醒了，你发了朋友圈了，你发越了高的指令，但没有剥夺他的本能，抑制你2个月。他在计算能不能吞下去。早餐店老板今晚剩的馄饨特别多，他说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什么日子？金鳞的孵化日。今天不是孵化日，今天是放归日，一样，都是新开。云兰寄来的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他的珠宝设计工具放在储物间里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可以拿去用。他自己不留。他在这边拿钳子找泽里，他追了半公里，捡回来的时候沾满泥。那是他最好的纸。他把泥刮掉，重新画了一张，但画的是一个笼舍的设计图。他说珠宝设计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，他最想做的是给蛇做一个不用上锁的家。我养了你5年，你量了我2次，第1次是从筷子长倒到筷子粗，你在量能不能把我盘起来；第2次是他们给你下了指令，你在量能不能把我吞下去。现在呢？现在是我量它。那你还量它吗？量，但是和你量，单位是时间。